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而且是耳熟能详的，这名字是什么呢？叫好望角。怎么样，好听吧？在英文呢是 Cape of Good Hope。那我把这个南非语荷兰语、葡萄牙语呢我都列在上边，对吧？因为它好听嘛。那这个好望角它是位于南非共和国它在南非共和国的西南端，濒临大西洋。它北边呢就是开普敦了，那距它呢是48公里。它本身就处在开普半岛的尽头，非常的有名，是南非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那么在以前这个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的那时候呢，你是到欧洲去你没有办法走红海，然后过苏伊士到地中海，对吧？因为苏伊士运河还没开嘛。那么连接欧洲和东方的海上之路，那这个好望角就是你必须要经过的。你甚至于到了现在，有些个特大游轮的深池水的 VLCC 那些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这时候仍需要绕行好望角。那在航海上经常说我不走苏伊士了，我绕好望角去，我走南非那边。久而久之呢，这个好望角呢就被误认为是南非大陆的最南端。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那南非大陆的最南端是哪里呢？大家看这个名字Agulhas， 厄加勒斯角，这个才是真正的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我们来看一下两者之间的经纬度，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那很显然，厄加勒斯角呢确实是在好望角的南边，两者相距呢大概是150公里左右吧。那到现在其实这个误区还是一直存在的，甚至于呢一些教科书也都有这样的错误。这里我也是给这个厄加勒斯角证明它才是南非的最南端。所以呢要不说看李船长笔记就是长学问比如说吧，假如说你是单身的话，你赶快告诉你心仪的人这个知识点，说不定他会因此而爱上你了。我这行有点自夸之嫌我开个玩笑没关系，咱们继续往下看。看完了呢，我保证你能脱单，年底之前你一定是成双入对的。那这两个角是谁发现的呢？我们看是这个人，叫迪亚士，他是葡萄牙人。迪亚士是他们家的姓，他们家祖传就是搞航海的。比如说他爷爷叫什么呢？他爷爷叫若昂迪亚士，他爸呢叫迪尼士迪亚士，他呢叫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他们家名字很有特点，一个比一个长。当初他爸跟他爷都是追随这个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家，他本人呢，他不但是航海家他同时又是皇家骑士。这个骑士他原来指的是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的骑兵，那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一种荣誉称号了，用于表示一个社会的阶层。大家注意这个骑士他可不是世袭的继承过来的，不是他一定是要在领主的军队中服役，并且呢获得封地。所以这个骑士可不得了，那不是说谁都能当的那大家想想看，我们的这位主人公迪亚士是多么的厉害他呢从来也不送外卖，对吧？你就是想给他差评你也给不了，就那么任性。那在这个1486年的时候这葡萄牙的这个国王叫若昂二世，他也叫若昂跟那个迪亚士的爷爷那个同名。他就任命迪亚士呢带领一支探险队沿着非洲大陆西海岸航行向南，然后呢争取绕过非洲大陆，开通到印度的贸易航线。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当然还有其他目的另外呢背景也是相当复杂的，咱们就不多讲了，咱们就讲这个探险队怎么走的。这个迪亚士说行他就转年他就准备了到转年的8月份，就率领一支由3艘船组成的一个船队就离开里斯本。那旗舰就是他自己任船长了，他开的这种船叫卡拉威尔帆船，这条船的船名呢叫圣克里斯托旺号，他在上面做船长。第二艘船呢也是这种卡拉威尔帆船，那船长是谁呢？船长叫若昂因凡特，又是若昂我看这若昂这名字在葡萄牙好像挺常见的，好像就跟我们中国名字那小名一样是吧？这第三艘船是谁呢？是迪亚士的弟弟，
叫佩罗迪亚士担任船长，这就不是那个卡拉维尔帆船了，是横帆的补给船。就这3条船出发了，然后沿着这个非洲海岸呢向南航行。咱们长话短说啊，它一直航行到现在的这个好望角附近呢，它就遭遇了一场大的风暴。那这个风暴呢，就把船队啊一直向西南方向吹，历时一共12天，这个风暴才算过去。那这时候迪亚士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啊已经被吹过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他认为自己还在非洲大陆的西边呢，于是他就下令咱们向东航行，只要向东航行，我找到非洲的西海岸再说嘛。于是这个船队呢继续向东，可是怎么航行怎么也找不到。这怎么回事？这时候迪亚士就有一点灵感了，他说有可能是我吹过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吧，所以我向东找不到海岸呢。他要不咱们向北吧，向北没损失，大不了回去，他就决定呢调整航线向北。结果到了1488年的2月份，他果然就发现海岸线了。这时候迪亚士才明白自己确确实实已经绕过了南非大陆，这时候我只要向东，我就一定能到印度。可是他现在这个船队啊太过于疲惫了，只好返航。那么在返航的途中呢，他又发现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的这个角，于是啊迪亚士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厄加勒斯，Agulhas。这个是葡萄牙语，是针的意思。大家看它的这个地形啊，就跟一根针一样插入在大洋中。而且现在呢，它成了这个2个大洋的分界线，西边就是大西洋，东边就是印度洋。这个地区啊，它还有一个特点，此北极与地理北极方向正好一致。那迪亚士这个船队呢，就继续返航。这时候啊，他又经过了开始遭遇风暴的那个夹角了。因为那次风暴啊，让迪亚士印象太深了，难忘了，所以他就给这个夹角呢命名为风暴角。这样呢，一直返航，一直到1488年的12月份，一共历时是16个月。这时候他才返回里斯本。那回去之后，他得找国王报告去啊，报告他的发现呢。他说，从咱这儿到富饶东方的航路我已经开辟了，绕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已经打通了。这国王一听挺高兴，那当然高兴了，是不是？迪亚士呢又说，他说我遭遇风暴了，在路上啊，在哪个地方啊，我多么的不容易啊，有多难啊，怎么绘声绘色来讲述那次风暴啊，最后怎么发现的，最后怎么绕过那个南非的最南端，是吧？怎么来怎么去，说的这个国王啊惊心动魄啊，最后把国王给说哭了，这掉眼泪，你太难了啊，太不容易了，哎呀，赏，大量的赏赐。那国王就问他，那你遭遇风暴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这迪亚士说，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风暴角。这国王一听说，你这风暴角不好听，多不吉利啊，多难听啊。他说，你看，既然从咱们这儿到东方的航路已经开辟了，那么就代表有一个好的希望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干脆我们就叫它好望角吧。果然是领导，出手就是不凡的。那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叫响了全世界，以至于就把真正的非洲大陆最南端的那个厄加勒斯角给埋没了。大家只记住了好望角，谁还记住什么厄加勒斯，对吧？这个就是人家领导的水平，不服不行啊。可惜的是呢，1500年迪亚士在好望角附近的海域再次遭遇风暴，这次他没有逃脱，葬身于这个被他最初发现的海角，实在是令人惋惜。那这期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下期再见。